为啥老年人摔一跤就骨折？50岁后两种东西再贵也要吃，增强骨骼。听说了吗？老李已经住院1个多月还没回来了，我就说最近怎么不见他出门？原来是住院了。他什么病啊？平时看他身体挺不错的，挺注重锻炼，病得这么突然，还不是骨质疏松惹的祸。人老了多少都有点这种毛病，结果晨练不小心摔了一跤，人直接给摔骨折住院了。看来光注重锻炼还是不够啊，咱们这个年纪还是安全为主比较好，可不是吗？不好好保养，人老了一身问题，对子女来说也是负担。相信大家生活中偶尔会遇见老年人摔倒的情况，这一现象看似平常，但对于老年人来说却存在着健康甚至是生命风险。为什么老年人摔倒后骨折的概率这么高？为了防止摔倒带来的各种风险，日常养护上又该注意些什么呢？摔倒就骨折，首要因素或是骨质疏松。人一过25岁，会明显感觉到身体各项机能开始走下坡路，这其实是人体固有的生理机制退行性变化导致的。生理功能下滑是在潜移默化中发生的，一开始并不明显，但进入中老年阶段，各项机能退化所带来的不良反应就会接踵而至。比如运动基础能力减退、灵活性变差、反应力下降等。其中，骨质流失是最直接影响老年人行动安全性的因素。相关数据显示，骨质疏松在60岁以上人群中的发病率达到 36%， 且发病率仍呈现出上升趋势。不止如此，骨质疏松还成为了摔跌后发生骨折的首要原因。道理其实很简单，骨骼强度不够，对人体的支撑力就会不足。而人们的正常生活又不可能无时无刻躺在床上，非病患人群是避免不了日常活动的。骨质结构弱化会导致运动功能减退或行动受限。若是强行进行超出体能支持的活动，或者遭遇意外，身体损伤就会变得不可避免。再加上老年人应变能力不足，遇到特殊情况时，行动力退化导致无法在当下进行有效的自我保护。重要关节发生磕碰、致病、致残的概率还会进一步提升，更严重的是致死率。根据相关检测系统给出的数据，65岁以上人群因摔跌致死的比例占伤害总死亡的 42%， 其中髋关节骨折后1年内死亡率最高达到 31%， 即使是有幸存活下来，致残概率也超过了半数。信息来源：光明网。也因此，有些老年人走着走着摔一跤，人就没了，并不是说说而已，而是现实生活中正在发生的真实事件。该病症属于一种代谢性疾病，跟人体生理进程具有相关性，比如女性绝经、更年期以及一些前置疾病或长期的用药习惯，都有可能影响人体的正常骨代谢节奏。骨形成减少，骨流失增加，人体骨骼结构就会呈现一种入不敷出的状态。若是再加上日常习惯不当，比如长期烟酒、运动缺乏、补充不当等，骨骼结构则会进一步弱化。所以相比较而言，注重日常保养的人群发生骨质疏松，以及因摔跌导致严重后果的概率会更低。那么预防骨质疏松该从哪些方面入手呢？2. 积极补充，优化骨骼。考虑到骨质流失是一种不可逆的生理变化，延缓这种改变就要从关键期入手开始补充。一般来说，人体进入50岁时会迎来断崖式的生理改变，这个时候不少人都觉得自己的行动力远不如前，关节更僵硬了，连一些简单的运动也难以完成。这其实就是骨骼结构退化的报警信号，也因此对骨骼的养护一定要打好提前量，最迟不要超过50岁。如果后知后觉，60多了才知道保养，这时候骨骼结构已经开始弱化，再想预防骨质流失，确保骨骼强度，实际效果就会大打折扣。关于物质补充，钙质和维生素 D 的摄入是必不可少的，再贵也要吃。钙质。先说钙质摄入，该物质的日常补充，本质上是为了避免人体从骨骼本身汲取钙质。钙质在人体当中的作用极为广泛，比如保持神经、肌肉状态的稳定，维持水分平衡等。如果长期处于缺钙状态，为了避免出现因血钙不足导致的神经肌肉过度兴奋、水分失衡等问题，人体就会利用骨骼中自有的钙质来填补缺失。
骨骼当中的钙质含量是有限的，且随时间推移越用越少。而积极补充，确保外部储备充足，能减少骨骼本身方面的钙质消耗，骨质流失的速度变慢，骨骼强度就会保持在较好的水平上，发生疏松的概率也会降低。说起补钙，相对有效的途径有2种，食补和药补。食补不必多说，日常多摄入含钙量丰富的食物，比如肉、蛋、奶，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人体的钙质需求。而药补方面，可选择的种类就比较多了。目前市面上的钙质补充剂种类丰富，常见类型包括碳酸钙、活性钙、乳酸钙、葡萄糖酸钙等等。不同补充剂的吸收效果存在差异，所针对的人群也大不相同。因此，在选择钙质补充剂的时候，一定要先就医确认自身的缺钙情况，以及适配的补充剂类型，以确保补钙的有效性。如果盲目选择，可能会因为类型不适配而补钙失败。这也是为什么有些人天天吃钙片，却还是骨质疏松的原因。2. 维生素 D。再说维生素 D 的补充，该物质储备丰富，其实是为了保证钙质的吸收率不会太低，是作为钙质基本储备的大前提。孩子长身体阶段，家长们经常会听到钙质和维生素 D 要一起吃的说法。其实针对中老年人预防骨质流失，道理也是一样的。维生素 D 进入人体可以作用于肠道，提升其对多种物质的吸收能力。此时日常摄入的钙质被肠道吸收的概率增加，后续作用于人体各项机能的概率便会随之提升。对比只补钙不吃维生素 D 的人群，两样一起补充的人，骨质流失的可能性会更低。关于补充维生素 D， 除了食补和药补，还能通过光合作用来满足人体需求。食补方面，像深海鱼、动物肝脏、蛋黄等都是不错的维生素 D 补充食材，但由于含量有限，部分缺钙程度较高的人群，可能要借助补充剂来提高日常摄入量。药补方面的补充原则和钙片类似，也需要提前就医了解营养素缺乏情况，并根据缺乏的程度选择对应的补充剂，以避免需求不对应造成的补充偏差。说到光合作用，补充维生素 D 还是有一些讲究的。光照可以刺激皮肤并促进机体内的物质互相转化，其中胆固醇在紫外线刺激下就可以转化为维生素 D3。不少人认为晒太阳就应该多晒、常晒，但实际上光照时间过长，特点时段阳光强度过高，反而会对机体造成伤害。建议避开阳光强度较高的阶段，比如中午12点前后。光照时间最好控制在30分钟以内，这样可以避免阳光强度过高或光照时间较长对皮肤造成的促衰老性损伤或灼伤。3. 仅依靠物质补充还不够，物质补充只是延缓骨质流失的手段之一。想要在长期上确保骨骼一直处于相对健康的状态，并在日常生活中规避衰跌带来的不良影响，还需做好其他的保养工作。1. 针对性锻炼。摔倒通常和运动功能弱化有关，其中比较关键的就是平衡能力变差。若想提升该项能力，日常当中就要多进行平衡力训练，比如足尖站立、脚跟步行、弓步蹲等，都是比较适合老年人进行的平衡力训练。这些动作能帮助老年人在运动过程中刺激骨骼和肌肉，同时对神经控制能力进行优化。老年人的整体运动能力提升，肢体活动时的稳定性就会处于较好的水平，日常方面摔倒的概率便会大幅下降。2. 优化生活环境。了解过相关资讯的朋友应该注意到了，其实不少老年人是在相对熟悉的场景下发生摔跌的，比如厨房、厕所这些区域。为了减少摔跌的发生，积极排除生活环境中的安全隐患也很重要。厨房、厕所的地面可能会因为使用习惯变得光滑，比如烹饪用油溅到地面上，洗护用品的残留等，都会增加滑倒风险。建议针对地面进行改造，加装防滑垫或者定期清洁。子女也可以给老年人准备防滑拖鞋，在可能需要借力的地方加装扶手，以降低老年人身体失衡后的摔跌概率。3. 定期检查。越是上了岁数的人，越应该多了解自己的身体变，了解的越全面，就能越早的防患于未然。对于预防骨质疏松、减少摔跌概率也有一定的帮助。关于体检，通常建议40岁以上人群按年进行全身检查。
随着年龄增长，部分身体机能会迎来明显退化，还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增加一些额外的检查项目。比如50岁以上，可能要着重关注心脑血管。总结，老年人易摔就骨折，严重甚至致残、致死，其实不只是骨质疏松的原因，这还和忽视日常保养导致运动功能全面退化有关。为了确保老年生活质量，还请把各种保养手段尽早提上日程，注重钙质和维生素 D 的补充，同时进行针对性锻炼，优化生活环境。做好定期体检，能有效延缓骨质流失的速度，降低摔跌发生的可能性。